如果把 iPhone 14、15、16 Pro 的背面同时摆在你面前，你可能第一时间还是没有办法分辨出区别。但我手上的这两部，相信你一定可以通过这个长条矩形的镜头模组发现，这就是 Apple 最新推出的 iPhone 17 Pro 和 iPhone 17 Pro Max。好，大家好，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这棵树是全世界最大的树。真的吗？不是之一，不是之一。看我们手上就是全新的 iPhone 17 Pro。那我们是从这个 Apple Park 拿到了它，开了5个多小时，直接就杀来了红山国家公园。然后我们将会在这里给大家拍摄，大概1天半左右的时间，就要赶紧往回杀，然后把这个机器还掉了。所以介于3倍跟5倍之间的这颗4800万的4倍长焦镜头表现如何？在裁切和算法加持下的8倍200这个焦段是否清晰？那全新的前置摄像头这颗方形传感器自拍体验怎么样？包括升级后的 Apple Lock 2跟 Apple ProRes RAW 实际表现怎么样？那相信这些你们都会在这期视频里找到答案。期待能出点太阳。哎呦，刚刚出了一点又没了啊！不管怎么说，先看样片吧。Sitting tired in the kitchen, been working all day. Got no time nor money to show for anyway. But I'll sit here till dawn.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forget you. And I said I ain't sorry at all. Sold half of my soul just to be there at your beck and call. To the way that they are. Thank you。中文的。哈哈，太好了，我看看。How to pronounce that? Sequoia。那很多人第一次听到 Sequoia 这个名字是通过苹果在2024年发布的操作系统 macOS Sequoia 知道的。那其实这是美国历史上成立的第3个国家公园的名字，美国红山国家公园。那这个公园设立的目的就是保护我们身后这些巨型红杉。那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专门为保护一个生物而设立的国家公园。那在这个公园我们拍到了非常多的 iPhone 17 Pro 的样片，那也测试了它的各种功能。但在介绍影像功能之前，我想先来聊聊它的工业设计。那我们都知道，自从 iPhone 有了 Pro 系列以来，几乎每代都会带来一些关于影像上的升级。当然越来越好的影像功能，特别是视频功能，那必然会伴随而来的就是更高的功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几代的 iPhone 在某些特定的使用场景下，比如说长时间的拍视频，或者说在高温下拍视频，真的会有点烫手。所以我觉得 Apple 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当他们意识到限制影像功能再次升级的瓶颈是散热的时候，于是他们在工业设计上提出了2个杀手锏。首先是 iPhone 10就开始用的5代的不锈钢的边框，再到 iPhone 15、16 Pro 系列的这个钛合金边框，竟然降级了啊，降级到了这些年数字版才会用到的铝合金边框。虽然我们可以解释啊，铝合金的导热性能要比不锈钢和钛金属强10倍甚至20倍，但是从材料的成本上，这次是一个倒挂。然而这个铝呢有一点不一样啊，官方介绍这是热锻铝金属一体成型机身，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边框，它是整个结构一体化的设计。除了这个 MagSafe 的磁吸和无线充需要掏出来这么一个，大家看到这个圆圈以外，几乎说遍布了整个机身，所以这一代的握持感上会比以前要舒服特别多。就是你在上手的时候，它没有了任何的棱角，然后在过渡的时候也非常的自然。那第2个杀手锏则是 VC 均热板这样全新的散热技术。简单的说啊，就是它的内部密封有一种这个去离子水，就是它可以通过蒸发气化扩散，在冷却去释放热量，以此来循环给这个手机实现高效的散热。所以我觉得工业设计上对于视频摄影师来说还挺重要的，因为这些变化可以真实的就是反映在我们的实际体验中，就是过热的现象确实是比以前要少了非常多。但是呢，怎么说呢？从规格上，我们网传的，比如说8K、6K 这些都没有给，所以我不知道有了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在下一代中会给你8K。当然，对于每天都使用 iPhone 大量进行创作的小伙伴，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它的 Pro Max 版本可以选配2T， 就是价格有点感人。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聊聊影像。首先我们就要聊的就是它最大的变化，就是这颗4倍的长焦镜头和它8倍的光学变焦。这是4倍，这是8倍，可以看到区别吗？我怎么为什么跟做贼一样？你再拍个1倍。这是1倍。有我吗？有你。好可爱呀！不好意思，突然夹起来了。
那首先4倍的焦段实用性，我觉得是 Apple 的一次端水，因为3倍跟5倍本来就有各自的使用场景，对吧？所以它们其实应该被分配到不同的机型，而4倍则是一个曲中，在焦段上无功无过，但增加到4800万像素以后，画质的表现确实是上了一个台阶。好漂亮这壶哦，这个4倍可以，这是底下一个耳，下边一个耳，看到吗？哎，少走50年弯路，真的这孩子最多10岁，10几岁，我觉得。提前退休生活，你看，这才是孩子，这才是孩子该干的事儿。看，奔跑，对不对？8倍试试。而8倍我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画质，因为它采用的这个裁切技术和超分算法和1倍裁2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能接受2倍的画质，那8倍的表现应该是差不太多。那我比较担心的是8倍焦段到了200以后拍视频的稳定性。哎呦喂，挠小脑袋呢！哎呦喂，哎呦这小屁股，哎呀！你看这8倍，看我在用8倍拍，是不是还挺稳的？看，鸭血粉丝汤。我饿了。有一说一，这个8倍的稳定效果还可以，就是比我想象中要好。所以这颗长焦摄像头的提升是我认为本次iPhone 17 Pro 最棒的升级之一，而8倍的画质呢，在一个可用但尽量没事别用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前置摄像头。那这次前置方形传感器的加入，个人认为是用手机自拍这个使用场景比较革命性的创新。首先它比之前更广了，这个在拍照自拍的时候会更加的明显，而视频的时候也会明显感觉到比上一代要广一点。你有觉得更广吗？有，真的有。前置的就这一块看到了吗？它的像素提升了，提升到1800万了。当然网传是2400万，所以其实还是有一点小遗憾。但是它里边换了一块 sensor， 就换了一块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是方形的，所以无论是拍视频还是拍照片，你如果想拍摄横屏的照片或者视频的话，你并不需要把手机这么横过来啊，你只需要点一下屏幕上的就好了。因为前面的这块方形的传感器，你能想象吗？就是方的这块传感器，你是横着截、竖着截，它的长宽是一样的。哦，哇，这个完全很适合我。好，大家看到米老师好像在拍竖屏，对不对？因为其实米老师现在在拍一个无损的横屏，就是会这样，你的手就会很难受，就会抽筋。可是如果你这么拍，就可以更远了，就拍的脸更小。确实。哇，解放双手，解放双手。当然跟上一代一样啊 ，Apple Log 这条曲线在前置摄像头使用的时候会更加容易爆掉，这点改善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当你用前置摄像头的时候，拍摄的时候是肉眼可见的啊。你看，这些地方就都爆掉了。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一条片子里边前后置摄像头它能匹配，所以没办法。而另一个跟前置摄像头有关的更新，我并没有那么喜欢，就是前后同时录制的功能。所以用这种双重拍摄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可以录类似我这样的 vlog。我不知道，有点像直播，对不对？同时，大家可以看到我看到的画面跟我自己。但是很蠢的一点就是在于这个摄像头跟这个摄像头并不能切换。这个是我在看宣传片的时候最期待的功能，但是当我很激动的去尝试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却发现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功能并不能同时的录制2个文件啊，它只能是以大小窗口叠加的方式呈现，就是有点像你在跟朋友微信通话或者 FaceTime 时候的录屏。哇，你那边挺美的，哎，真的。但是啊，有一点，我在好好构你这个图的时候，我自己会很蠢，那个画中画。你的注意力全在我脸上。对，我的注意力都在你脸上，所以就是我自己会显得很蠢。哇，好漂亮！哇，突然散开了这云。竖过来就更，哎，你不觉得竖过来就更像我在跟谁 FaceTime 吗？然后那个，我想问就是，我们这边前置是不可以放大的，是吗？对，这个有点笨吧？有的时候风景不好的时候，我们人比较重要啊。风景好的时候再看风景呗。如果有一个一键切换就好了。哇，你看，哦，兔子，哇，拍到了吗？拍到了，这就是前后，这就是前后置的好处。这次的 iPhone 它真的给了12比特 ProRes RAW 的录制规格，这在几年前还是只有电影机上才会有的格式。
那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录到更高格式，画面的细节更丰富，画质更好，也会有更多后期空间，比如可以在后期随意的调整色温的这么一个文件。不过它还是只能外挂一个固态硬盘去录制，而且占用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拍摄3分钟的视频就有26个 G。那说完了 ProRes RAW， 让我们来聊聊 Apple Log 2这条曲线。那 Log 2在高光的保护上会比 Log 1更好一点，也就是说 Log 2的宽容度会更高一点，但是差别并不多，而 Log 1的颜色会更加鲜艳一点。那我们工作室的调色同事跟我们说，他其实更喜欢 Log 1一些。那在这儿给你们套上还原 Log， 大家可以自行的做个对比，不知道你会怎么看？但我觉得当你把 iPhone 作为一个专业相机的时候，有几个一直很难受的点，它一直都没有改变。从 iPhone 15 Pro 刚刚推出 Log 就已经是这样了，比如说它原相机并没有 HEVC H.265 的格式，它的原相机的录制 Log 的体积还是超级巨大的。另外它的原相机上并没有 Log 的一键还原功能，也没有监看功能，这些东西已经3年了，它还是没有给。其实虽然有像 Blackmagic 还有 Kino 这样的第三方软件可以让我去录制 Log， 但是说实话我自己还是更喜欢用原相机去拍摄 Log 的，因为只有你在原相机上才能做到像1倍到4倍的这种丝滑的变焦。不是吧？这是啥呀？太神奇了！哎，走了，他走了。哇，好胖啊！那如果你用第三方软件的话，像 Kino 你是在录制中不能切相机的。那像 Blackmagic它没有一个 zoom in 的效果，而且从 UI 设计上来看，它的原相机确实是最易用最简单的。那很多时候我想让明老师去帮我拍摄 Log 的素材，但是他看到第三方软件他就已经懵了。天哪，我都能过去！哇，太神奇了！因为这边有一个巨大的松果，我们就自然的以为它是这个 Sakura 这个树的啊，结果刚刚路过的人说这个松果不是它的，这个是。对比一下，对比一下，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大家可以看看这棵树有多大。人类之渺小。那片子的最后，我其实想跟大家聊聊上手就让我有点惊艳的 Apple Air。那这也是我这个频道3年以来第一次去讲 Pro 以外的机型，因为它真的太特别了。那如果说 iPhone 17 Pro 系列新的设计是为了影像性能与散热，那你初次上手 iPhone Air 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你就一个摄像头还要搞这种设计？那实际上这是 Apple 又一次在工业设计上的大胆尝试。由于它的厚度真的很薄，只有5.6毫米。我觉得大家不要光看照片跟视频，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到线下店实际上手去使用一下，因为它真的太薄了。也正是因为这次太薄了，所以 iPhone Air 的内置空间没有太多的冗余的空间来放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几乎都让给了电池。而顶部这个很长的设计，官方称之为扩展平台， Apple 尽可能把其他的零部件都一股脑的塞进去，包括整个机身只有一个扬声器也在这个区域内。当然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那这么一台中看不中用的机器有什么意义呢？你也许早就刷到了关于 Apple 要出折叠手机的传闻，或许 iPhone Air 就是一次让供应链试水的大胆尝试。想象一下，目前 iPhone Air 的厚度是 5.6 毫米，那乘以2就是 11.2 毫米，那基本上和现在套个手机壳的 iPhone 17 Pro Max 无异这样一想是不是还挺期待的？其余的一些影像以外可以提一嘴的，比如说听说信号系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充电速度从40瓦增长到了60瓦，就连电池的最大容量也到达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毫安时，就这会给你一种这还是苹果吗的感觉。为什么 Why so big and so old？ 其实有一个特别反直觉的事儿，就是大家觉得木头应该是怕火的，小火但是苗。火它又能忘木，火为什么会忘木呢？因为它可以让木燃烧。哦，你知道就是算命就是像人也是分金木水火土的嘛。木型的人他缺火的话，反而需要火旺的人帮他。确实，因为木型的人他比较清高，做什么事情呢，他可能就不怎么愿意去做事情。咱们首先啊，宝宝，咱们是这个 iPhone 17 Pro 的测评了，咱们扯到这个，我跟你说，咱们扯到红山上已经很远了，你扯到算命上就没人看了。这片树林因为它都在往上竞争阳光嘛，那竞争阳光以后，他们其实就能相当于能把种子撒到更远的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可以引雷，因为高嘛，
引雷引下来就会变成什么？就变成山火。对，那其实这个红杉它本身自己就需要这个受控的野火来帮它引燃，然后它的球果才会发芽。但是你看到其中它的树干里边有一种特殊的单宁，它其实是一种阻燃剂，也就是它把雷引下来，但它自己不着火，它自己不怕火。真狗啊，挺有意思吧？对吧？坏的，坏树啊，这是。对，反正这个神奇的大自然，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不知道是因为销售的压力，还是其他品牌的冲击，还是它本来就沿着自己的节奏在往前走。这次给我的感觉就是 Apple 这次真的把用户的意见听进去了。在去年的视频里，我提到了近几年的 iPhone 多少有点换壳的嫌疑，用户们吐槽的像散热、信号、续航、充电等等问题，也像一根根的刺扎在日常使用的体验里。但这一次我觉得它不再是只执着于专注影像上的升级，它不是什么大修大补，但是它是实际的在用户最关心的地方实实在在的补课，甚至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我觉得这些红杉之所以能生长出这样的一个系统，靠的也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这个生长的智慧。而 iPhone 17 Pro 让我看到的就是这种智慧，是 Apple 在聆听和突破之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或许它还有很多的不完美啊，而把这种用户的吐槽变成了升级的清单的这种改变，确实还让人觉得，首先是眼前一亮吧，另外还觉得挺暖心的。那这一次跟去年一样啊，我和米老师又改签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去到德州去找我的高中同学玩2天。那在那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谢谢。用我帮您照吗？